末日降临，丧尸病毒席卷全球，人类不仅要面对随处可见的丧尸，还有各种极端天气。而我在末世苦苦支撑了5年，也孤独了5年，最终是丧尸停归。谁知夏日，我重生回到了末世前半年。自此，依靠着前世的经验，带领我的亲人朋友再战末世。大概还有半年时间，我要抓紧时间，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吃完饭，我首先订了回老家的火车票，然后来到了工作单位。哼，不干了，工资不想要了。上午让你做的工作做好了吗？李娜，你要是不给我工资，你和小韩搞在一起的事情，我就告诉孙总。孙总是公司老板，和李娜是两口子。听到我的话，李娜瞬间停止。小李呀，别冲动。你是说你要辞职对吧？有啥打算呢？不用试探我，我想回老家发展了。你给我工资，我走人干脆，也不会乱说话。行，那你要说到做到啊。赶紧打钱吧，我还有4万块钱报销。我给你转过去10万块钱，咱们说好了啊。放心吧，你那些破事我懒得管。走出公司，我来到彩票站。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幻想过，如果回到原点，我会做哪些准备。你好，这组号码红球不变，蓝球从1到16各打一遍，全3倍。买完彩票，坐了一晚上的火车，回到了家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咋了这是？看样子受委屈了。看着流泪的儿子，母亲心疼的不行。这次回来就不出去了。是，这次回来我有些事情要做，后面在家发展。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末世的事，我决定先不告诉2人。第2天，我出发去爷爷家，为了基地建设最重要的一部分——土地。爷爷，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，打算在家搞个旅游生态农场。旅游生态农场是个啥？我没多说什么，就和爷爷说了想要家里分的土地用来创业。当初给你叔叔他们地的时候，都说不要，非要跑到外面去，还是我大孙子好。行，到时候我和你叔叔他们说一声。土地问题解决，剩下的就是建造了。第2天到了开奖日期，我一早就打车去省城领奖，扣掉税费，到手3120万。几个工作人员围着我反复劝说，见我无动于衷，竟有了威胁的意思。咱们也是为了你好呢，捐一些款，帮助福利事业啊，你说是吧，林先生？就5万，你再纠缠，我就1分都不捐了。回到村里，想到要建造基地，肯定是没办法略过父母的，所以编了一个安心的理由，建造乡村旅游园。你想创业，爸支持你，这些年也给你存了些钱，留着娶媳妇的。但是按照你讲的规模，还远远不够啊。爸，钱不用担心，我中了彩票，3000多万。说服了父母，剩下的很多事情就方便许多。第2天，父亲就找到村支书，申请要改造的土地手续。听说要做旅游业，能够推动当地收入，村支书很痛快的以白菜价租给了我。回到家，你这是要造碉堡呢？乡村旅游团需要6米的高墙吗？还要通电，还要修建10米高的瞭望塔。爸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疑惑，但是请你相信我好吗？在建造过程中有问题一定要跟我说，不要私自改动。好吧，反正也是你中彩票的钱，我就陪你折腾。父亲本就是建造出身，10几年的功力和人脉可不是吹的，立马开始联系工程队和各种建造材料厂商。我则是开始统计一些生存必备的物资清单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。关于钱，我又到银行申请了2000万农村创业贷款，总共5000万，完全可以撬动几个亿的价值。之后的几天，我亲自去市里订购了一些末世里最重要的物品，武器和交通工具，20把复合弩，6000支箭，还有刀枪棍棒等冷兵器。当40辆车进到地下停车场时，着实让父亲一顿吃惊。距离末世还有1个月，基地建设基本完工，接下来就是让所有在外的亲戚回来。毕竟这么大的地方需要人手，亲人无疑是最合适的。说服父母一起配合，连哄带骗。除了小舅、小姨和三叔有事回不来，基本都到齐了。小航，之后你就跟在我身边，帮我做事。圆圆，我给你请假了，这段时间就待在家里吧。李航、李元，我的亲弟亲妹，我作为父母2个家族的长子长孙，在同辈里有着绝对的影响力。11月20日，距离末世爆发还剩5天。这天，身为刑警的大舅刘建文突然打来了电话。小雨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们今天开会下了一个通知，3天后交通全面封锁，然后让我们都囤积一些物资。难道提前了？要不让小月和舅妈他们过来吧？你现在比较忙，这边人多，你不用担心。大舅有些异动，决定第2天送他们过来。可是没想到半夜就发生了变故。小雨，你赶紧开车来把你大舅妈他们接过去。我刚刚接到电话，有一个村子的人都变成电影里面丧尸一样，我感觉这是不太寻常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大舅，你一定要小心，有啥问题就赶紧来旅游园。大舅答应一声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把还在熟睡的老弟叫醒。小航，快起来，咱俩去把舅妈他们接过来。什么事路上说？上一世官府是25日发布的公告，现在看来
在那之前，丧尸病毒就已经存在，传播速度非常快，只要被咬到，3分钟就会变异，短短几天就到了不可控制的点。小雨，这里。舅妈看着我一脸严肃的样子，刚想开口，先别问，把东西搬上去，待会儿跟你们说。越野车迅速发动，我带着众人往城外跑去。路过一家超市，远远看到2个捕快在那里徘徊，仔细看去是2张布满了黑斑的脸。你们在车上，别下车。表哥，你去干啥？保护好你妈妈，没我命令，不准开门。谁知林航拿起刀，不听劝阻的下了车。没等训斥他，就见那2个丧尸已经接近，我如同猎豹一般冲了过去，一刀将丧尸脑袋砍下，随即又是一刀将第2个丧尸解决，然后在其身上摸索了一通。2把手枪，总共6个弹夹。看来官方也知道事态严重性，所以给叔叔们配备了更多的子弹。看了眼已经吓傻的林航，确认没有被咬到的痕迹，才放下心来。叫你别下车，你下来干啥？哥，我想帮你。行，也该让你锻炼一下了。给他指点了一下用刀的技巧。林航从小胆子就大，虽然刚开始有点懵逼，一会儿功夫竟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。别嘚瑟了，赶紧找还有没有穿警服的丧尸。没一会儿，在另一个街口又找到了2个丧尸叔叔。哥，让我来。林航说完冲了过去，仿佛想要一雪前耻，一刀捅向丧尸的胸口。捅头才有用。不等林航反应，丧尸突然把他甩到了一边。见状，我手起刀落，然后又摸索了一通，再次收获2把手枪以及数个弹夹。怎么这个丧尸力气这么大，速度也好快？估计丧尸的速度和力量和他们生前是成正比的。这只这么高大，一看就是很猛啊。又给他传授了一些末世5年的杀丧尸技巧。哥，你咋懂得这么多啊？我没有回答。回到车前，竟看到车外又围了几只丧尸，2人3两下把丧尸解决，上车迅速逃离了这里。小雨，刚刚车外是什么？你舅舅出警是不是和这个相关啊？别担心舅妈，舅舅他们那么多人，不会有事的。回到基地，远远看见大门口有人，我心中一紧，这么快就有人打我基地的主意了。走近一看，放下心来，只见是赖东升一家人。小雨，村里的人都疯了，开超市的2狗子不知道咋回事，见人就咬，接着所有人都像疯了一样，变成了咬人的怪物。赖叔，这里不安全，进去再说。赖东升与我2家一直以来关系都很不错，更是在我8岁那年救了溺水的我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，所以我早就告诉他，如果遇到啥情况，立刻来我这里。赖叔，你为啥不敲门呢？那些咬人的怪物一听到我敲门就会跑过来，我砍倒了2只，后面就不敢敲门了。赖叔这实力可以啊，一般人看到丧尸早就跑了。之后带着几人来到了屋里，讲了一下现在的情况。小雨，幸亏你提前建造了这个基地，不然咱们这一大家子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当时听朋友说，近期会发生一些大事，所以就决定建这么一个庇护所。虽然说辞有很多漏洞，但在场的都是一家人。爷爷和老爷商量一番后，跟在场的所有人下达了封口令。这时候，二叔站了出来：“现在我们这么多人，住的问题解决了，但还有吃的问题啊。”母亲刚想说仓库里有好多食物，我一个眼神看向他，母亲瞬间明白了什么。地下仓库的事情只有父母林航知道，大家开始展开讨论。现在晚稻刚好熟了，可以割掉。我觉得还是要出去找食物，再晚些就更难找了。看着众人讨论，我静静观察着大家的反应。即使暴露出了粮食的问题，但大家还是很团结的，没有白救这些亲戚。大家先静一静，我与小雨外公商量了一下，家里面总要有一个核心。这基地是小雨拿钱建的，也是托小雨的福，大家才能够还坐在这里说话，以后就听小雨的。2个老人一锤定音，其他的人也纷纷表态赞同。这时我站了出来，大家跟我来吧，现在到处都是丧尸，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戒，每天要有人在瞭望塔守着，高压电网也可以打开了。另外，我看向几个堂弟，你们几个最小的也有16岁，也要担起责任来。浩宇，你带着弟弟们每天负责监控室，有任何异动迅速汇报。妈，你带着姑姑婶婶他们处理家庭的一些事，有什么问题问爷爷他们。大致交代完后，大家都没有异议，各自散去。几天后，与二叔等人外出探索完毕，回到大门的时候，竟然遇到了一伙不速之客。小雨，怎么了？是丧尸吗？要只是丧尸就好了，再不出来，我射箭了。3秒后出现几个人影。王茂牛，那个杀千刀干传销的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小雨，我们没恶意，只是现在出现了好多怪物，你能不能让我们进你的旅游园啊？不行。叫你一声宇哥是给你面子，你还真端起来了。赶紧让我们进去，不然给你好果子吃。昨天2狗子还敢拦着我们，你知道最后咋样了吗？被我剁了，他老婆还真是有滋味啊。难道你不是吹牛？你真的这样做了？是又如何？以前看你是村支书儿子份上带你玩，现在你算个屁啊！你们怎么敢啊？
几人无所畏惧地说话，他们认定我不敢射他们。是我表现得太温柔了吗？卧槽，太残暴了，但这也太酷了吧！后面的二流子也惊呆了，这么节奏不对啊，不应该是争吵一番，然后他们近身突然发起攻击吗？不等他们反应，我提刀冲了，3刀下去，3颗人头落地。宇哥，我错了，别杀我！我没有废话，一箭射去。其他几人哪里见过这阵仗，拔腿就跑。小哈，不用追了，把剑与捡回来，以后都记得回收。回到客厅后，开了个小会。我知道你们不太理解我的做法，我只想说，现在是末世，我们手段不强硬，下场只会比他们更惨。之后又说了好多，主要是让大家尽快适应末世的到来，不要因此产生隔阂。11月25日，持续10天的暴雨开始，物资匮乏，又面临着丧尸威胁，这也导致暴雨之后，世界人口10不从1。小雨，你大舅、小姨和三叔一家目前都没有音信，现在雨停了，有没有办法找找他们？我想过了，大舅当时出警的地方离得不远，我先去找找大舅。另一方面，我还打算去警局看看是否能拿到一些枪械。2辆车，一行5个人，临行前嘱托父亲他们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开门。小略，你爸是去的老屋村对吗？他当时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就是这里。10几分钟后到达了老屋村，看着破烂的村子，小略瞬间崩溃。爸，你在哪？小略，别喊了，待会丧尸给吸引过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周围丧尸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招呼大家赶紧上车，逃离这个地方。对不起，我没事，我理解，但是下次别这么做了。基地这边，大哥，来人了。是村支书，后面还有些是村里的人。宏远，我就知道你们没事。村支书，你们都还好吧？一点都不好，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。大壮家就剩这一个独苗了。说着把后面一脸绝望的小女孩拉了上来。这段时间要不是大家带着她，估计也是。父亲看着小女孩满是不忍，每次去大壮家都会叫他林叔叔。犹豫了一下，但是又想起了我的交代，二叔也提醒道：小雨说过的，任何情况都不要开门。我知道。宏远、宏大，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，你们这个基地还是我批的条子呢，让我们进去吧。见二人不为所动，旁边的妇女主任按耐不住了。林宏远，土地是村集体的，可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不放我们进去，就是见死不救。特么的，这猪队友，你以为是以前呢？现在主动权掌握在人家手里，老子前面煽情都白费了。另一边，我们已经到达现场警局，解决掉路上的丧尸，找到了枪械库，用搜到的钥匙打开门。我靠，怎么这么多？6把冲锋枪，2把自动步枪，2把轻机枪，还有15把手枪。就是子弹不多，但也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把所有东西搬上了车。忽然，一阵警车的鸣笛声响起。糟了，赶紧撤！2辆车迅速开走，我拿起冲锋枪对着外面开始。片刻后，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，但是前方却出现大批丧尸尸体。这些丧尸不是我们杀的，小心点，还有其他人。看到一群丧尸围在一栋小楼下方，楼顶有3个人。楼上是爸爸。小瑞正要喊，突然想起我的话，连忙闭嘴。走，偷偷过去。说完，带着赖叔率先冲了上去，3两下就把围过来的3只丧尸砍。楼上3人惊呆了双眼，舅舅刘建文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外甥，仿佛第一次认识一般。之后，在众人的努力下，丧尸最终倒了一地。看着刚刚也在勇敢杀丧尸的儿子，舅舅很欣慰。后面还有一群丧尸，刚刚甩掉，随时可能跟上来。先走，车上说。等等，舅舅走向一辆防爆车，这辆车也开走。 3辆车迅速逃离了这里。车上，舅舅把这几天的经历说了一遍。就是这样，我们被暴雨困住，没有第一时间赶回旅游园。平安就好，这些天舅妈很担心你。之后，我看着防爆车上的父女2人，说说他们吧。他叫柳卫民，我们认识10几年了，人不错，正义感特别强。旁边是他的女儿。这时候，正义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舅舅一时没明白我的话。此时，基地这边一众人陷入了尴尬的局面。大哥，我的意思是不救。我也不想救，只是看着那小妮子心里难受。这时候，一个手拿菜刀的青年说话了：“林宏大，你别以为在外面混了2年就不得了，都是村里的，你不救我们，就是一点良心都不讲。”突然，一阵汽车轰鸣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快看，是警车，我们有救了！只是3辆车并没有搭理他们，径直开到了大门口。我手握冲锋枪下了车，不用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小雨呀，我们这也是没办法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，让我们喂丧尸吧？小雨，救救我们吧！对，让我们进去。这时候，柳维明竟站出来质问我：为什么不放他们进去？难道你不知道外面这么多丧尸会咬死人吗？在他人生几十年中，一直都是帮助弱小、惩罚奸恶。旁边的柳画眉也是失望的看向我。
这位朋友，你们是从县城过来的吧？县城里面什么情况了？官府还会来吗？县城里都沦陷了，现在官府都找不到人了。文哥，你跟你外甥说一下，让他们进去吧。这都啥时候？舅舅无奈地看向他，随后又看向了我，表示他做不了主。外面太危险了，你要发扬救人的良好品德。不行，我都没想好要不要收留他父女俩，现在竟反过来要求我。你真是太冷血了。对，你不善良。对，你干嘛救我们而不救他们？没想救你，我是救我大舅。你是个坏人。你是好人，所以做好事的时候不要拉上我。柳画眉简直无语了。林雨，我们要是出事了，你是会遭报应的。旅游园这块地不是他们的，他们没有权利占地为王。各种言论开始倾泻而出，我抬手朝人群右边开枪。滚蛋！再纠缠，我保证不会射偏。柳为民神色严峻，拿枪的手微微抬起，想要恐吓一下我。我直接调转枪口对准了他。楼上的二叔见状，也瞬间举起弓弩。魏民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不会开枪，我只是想劝一下。场面陷入一种诡异的沉默当中。我不杀你是因为你是我舅舅的朋友，但是机会只有一次。接着我走到了小女孩面前。你是小萱萱吧？我们见过的。有我在，以后你不用害怕了。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村支书几人身上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一点不像逃亡的样子。小萱萱可以进，你们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他一个小孩子就是个累赘，我们都是青壮年，可以帮你守基地。凭什么？凭我乐意。哼，他不帮你们，我来帮你们。魏民，你这小雨没说不让你进去啊？我又不想进去，我可不想和他一样变得自私无情。舅舅，走吧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后果也要自己承担。魏民，既然如此，保护好自己。你们所有人3分钟不离开，格杀勿论。众人不敢再逗留，柳为民父女头也不回地跟着离开。只是他想不到，这个决定将使他们万劫不复。众人朝着岩石山走去，半小时后来到景区大门，门口了7、8只丧尸。走，跟我去把丧尸杀掉，速战速决。父女俩走了2步，回头发现竟然没有人跟上来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那个，你不是有枪吗？用枪呗。枪里子弹不多了，而且枪声会引来更多的丧尸。几人犹犹豫豫，谁也不愿上前。柳为民心想，真是一群猪队友，一点都靠不住，无奈地叫着女儿上前开路，解决掉丧尸，进入景区。明明可以直走，但是村支书支支吾吾地说要从旁边过去。画眉，这些人不是看上去那么老实，总之小心一点吧。晚上，众人找到落脚点，村支书等人拿出物资，但他们似乎没有给柳为民食物的打算。哼，爸爸真是白救这些人了。这些人有事瞒着我们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去那条路看看。爸，我和你一起。不知道那边啥情况，你先在这等我，我很快回来。看到柳为民出去，几个青年心中顿时躁动起来。美女，你害怕吗？要不要到哥哥温暖的怀抱里面？柳画眉厌恶地看着这个人，没有说话，却让几个人更加兴奋，纷纷开始起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玩？那几个被你玩死的女人，尸体就在外面呢，被那人看到，回来肯定会找麻烦。几人兴致全无，相互对视了一眼，随后缓缓靠近柳画眉，趁其不意，迅速夺下斧子，死死捂住嘴巴，然后绑了起来。那个人咋办？哼，那就跟之前一样，宰了吧。柳为民出门之后，就往那条路上走去，远远就闻到一股腥臭味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加快往前走去。随后的景象让他涌起一股寒意。这些人没有丧尸化的特征，是被人杀害的。之前村支书不让走这条路，难道这些和他们有关系？突然想到柳画眉，不好！多年的信念崩塌，柳为民急忙跑回房屋，看到女儿被几人死死按在地上，一双眼睛满是惊恐。放开他！不想让你女儿出事，就放下枪。放开我女儿，不然大家一起死。你就一把枪，打丧尸的时候用了4颗子弹，现在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外面的尸体也是你们弄的，世界都这样了，官府都没了，这有啥好稀奇的？柳为民愤怒到了极点，掏出匕首冲了过去。众人没想到他这么生猛，一个没注意，竟然被放倒2人。一起上，杀了他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柳为民虽然会一些拳脚功夫，但也不是神仙，冲到女儿面前时，已经浑身是伤。爸爸，你怎么样啊？一会儿找机会逃出去，去找刘建文，看在我面子上，他应该会救你的。不要，爸爸，我们一起走。快上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众人又围了上来，柳为民带着女儿冲向门口，将其推出去，然后死死守住。快走，快走啊！柳画眉泪流满面，此刻的他极其的后悔，为什么会救了这帮人。很快找到了车，一路疾驰，终于到了围墙下。
林雨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，我错了，求求你。白天让我放他们进来的是你，现在让我杀他们救你爸也是你，凭什么？可我们也是被他们蒙蔽了啊，我们也是出于好心啊。关我屁事！我们的确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爸爸，难道你就看着他们杀人吗？又来道德绑架这一套。见我不为所动，想起了父亲的话。刘叔叔，求求您了，我爸和您工作这么多年，帮帮我们吧。小雨，要不还是去救一下老柳吧。似乎想到什么，顿时又停了下来。当我没说。大舅还不清楚漠视人心，想要救他多年好友，这尚可理解，以后见多了就会明白。但是现在柳画眉是利用大舅把我放在火架上烤啊，这是在挑拨我和大舅逼宫。有这样一句话，为民抱薪者不可冻毙于风雪之中，但这是在残酷的漠视。况且你们不是给我抱的薪，相反你威胁我，现在还道德绑架我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还是我看着像傻逼？大舅似乎也有所悟，叹息一声，转过了头。你快走吧，丧尸过来了。柳画眉绝望了，他恨所有人，正义与邪恶的转化只在一瞬间。林雨，我诅咒你不得好死。刘建文，你也是个假惺惺的人，也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账。接着驱车企图撞开大本。没有任何犹豫，一击致命。大舅不忍地低下头，但也明白必须这么做，不然基地里的所有人都会陷入危险当中。这不是你我的错，我之前就说过，他们自己的选择，后果也要自己承担。大舅将被我亲手解决的柳画眉安葬后，低头不语。舅舅不必自责，这就是末世的残酷。小雨，我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是不一样了，但我永远是你的亲人，你们是我不顾一切要守护的人。舅舅神情凝重地看着我，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。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解决掉村支书那帮人。你要去救老柳吗？他不值得救。一开始看在一个村的，毕竟打了几十年交道，我不想赶尽杀绝。现在知道村支书这些人的作风，我要把一切的威胁抹除掉。我听你的。第二天，我决定除了父亲、四叔等人留守，将其他小一辈的都带去。小雨，他们都还小啊，保护得了他们一时，保护得了一世吗？随即出发，前往村支书等人所在的岩石山。途中遇到的丧尸也都让弟弟们亲手处理，就当是练兵了。更是专门找到了村支书他们堆尸的地方。这些不是丧尸，都是人，是被活生生虐杀致死的。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，我们杀人是为了自保。对待敌人和对我们有任何威胁的人，不要有任何怜悯之心，否则这就是下场。这次叫上所有人，就是让大家亲身感受末世的残酷，让所有人拧成一股绳。另一边，要不咱们还是跑吧，那女的去求救了，林雨如果找上来怎么办？哼，我们还能去呢，山下都是丧尸，要不你去解决了。村支书转头看了一眼奄奄一息的柳卫民，就算他们过来，咱们手里也是有底牌的。忽然有人慌忙地跑进来，不好了，林雨他们来了。柳卫民先是一喜，但没有发现柳画眉的身影，疑惑地看向我。怎么，你要救他吗？你不放我们进去也就算了，我们逃到这里来，你还要找麻烦吗？那些人是你们杀的？是啊，但是这些关你屁事，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哼，你不也是如此吗？不要拿你跟我相提并论，你不配。你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杀吧，欲擒故纵是吧？以为我不敢吗？村支书用刀将柳卫民的脖颈割出鲜血。见我不为所动，感觉自己做的不够到位，于是又割身了。我举起弓弩，村支书顿时头皮发麻，怒气横生。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黄毛等人都是菜刀、棒球棍之类的，哪里抗衡得了冲锋枪？都怪村支书，都是他逼我们做的啊！都是一个村的，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啊？不要犹豫，都杀了。想到之前看到的那些尸体，所有人不再犹豫。我杀人了。这些人本就该死，更何况他们知道基地的位置，哪天要是有外来人员，保不准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。这是我给他们的一场末世生存洗礼，只是手段有些残忍。解决了所有人，驱车返航，所有人心情都很沉闷。他们没想到今天出来是要做这些事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出现3个人影，2男1女，被一群丧尸围绕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发小杨天龙，还有他的妹妹杨小竹，另外一个不认识。走，叫上后面人下车帮忙。哥，宇哥。见到我，杨小竹一脸欣喜，没注意到一只丧尸朝他扑了过去，我急忙用弓弩射去。小竹，认真点。片刻后，众人合力解决掉丧尸。小雨子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没事。闻言，我心中涌过一阵暖流，重生回来，特么把兄弟都给忘了。你小子可以啊，刚刚杀丧尸，你挺猛啊。小时候我比较瘦小，经常被其他孩子欺负，每次都是杨天龙给我出头。你也一样，嘿嘿。
跟以前一样火。两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彼此的友情没有变。这位是？这是我一起退伍的兄弟赵大炮，本来是想着和铁子他们一起找点事做的，但这些怪物出现后就搁置了。大炮家里人都没了，就跟着我们一起过来了。小铁和小刚也回来了，我三叔他们都回来了。林铁、林刚，三叔家的双胞胎儿子。是的，我们刚刚还在一起，为了更高效，就兵分两路了。带着三人一起，没一会找到了三叔一家。此时天也黑了下来，几辆车匆忙地开向基地。小雨，你什么想法？小笼子我没意见，看着长大的那个赵大炮呢？观察一段时间吧，能跟天龙、小刚、小铁他们玩到一起，人应该不错。基地的农田和物资差不多可以支撑60-70人，适当接纳一些合适的人进来，提升实力也未尝不可。不知不觉1个月过去了，杨天龙与赵大炮这1个月以来，尽心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不管多危险，都会冲在最前面，已然把基地当做家一样在守护。1月5日，正在值班的林航突然看到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影子，仔细看去，竟全是丧尸，赶紧拿出对讲机通知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丧尸？刚在看小说，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很多丧尸了。我有些生气，一巴掌想抽过去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，也能理解，毕竟值班太过无聊了。现在外面有丧尸潮，不能让他们聚集起来，我们需要一起努力解决他们。驴子，那还说啥？干就完了。四叔，你们去查查监控，这么多丧尸聚集，肯定有问题。其余所有人登上城墙，用弓弩击杀丧尸。虽然有枪，但是子弹有限，要用在刀刃上。这时对讲机传来四叔的声音：小雨，有人搞鬼，有人在我们围墙上泼了一些东西，故意把丧尸引过来。好，知道了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丧尸一直聚集过来，杀不完的。天龙、大炮、小刚、小铁，咱们5个出去把丧尸引走。他们4人都刚退伍，主要是都会用枪。小雨，我也和你们一起出去吧。哥，我也和你一起去。现在丧尸是一个问题，等我们把丧尸引走之后，搞我们的人就会出来。大舅、二叔、小哈，你们要留下守基地。片刻后，几人来到后门。兄弟们，接下来我们要杀的不只是丧尸，还有可能是人。无所谓了，又不是没有杀过一些人渣。整理好装备，就此出发。看着5人的背影，基地里的其他人心中异常难受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这一走，不知能否平安归来。到了基地外围，我拿起大号喇叭：兄弟们，准备好了吗？驴子，开始吧，咱哥几个今天大干一场。我一行5人在公路上狂奔，身后跟着无数的丧尸。你这大喇叭从哪搞的？真这么响啊？嘿嘿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我可是准备了好多。真有你的。可是我们把丧尸引到哪里呢？接下来玩命跑就对了，路上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。5人身体素质都比较好，丧尸紧紧跟随。此时的我特别畅快，因为这一世我不再孤单，我有与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。另一边，看这里，围墙上有好多鲜血。这路上也都是，看来是有人故意把丧尸引到这里来。这得是用了多少人的血啊！哼，这帮畜生！老天爷仿佛也看不惯这世间邪恶，骤降大雨，将鲜血冲刷干净。突然，二叔死死地盯着树林中间，毫不犹豫往那边一射。果然有人。正打算再射一箭的时候，看到几个背影迅速逃离。这背影怎么像村支书儿子的？另一边，我们来到了国道方向。看那边有人。只见一辆车缓缓地行驶着，车后面竟然绑着几个人，估计就是这几个货把丧尸给引过来的。走，跟上去。此时车上的人发现了我们，停下车，首先下来一个拿着开山刀的光头，把枪藏起来。还敢出来呢？这么不怕死吗？不说话，哑巴了，还是被我吓到了。小心，他们是亡命之徒，他们杀过人。你妈的臭狗子，活腻歪了是不？另外2人视若无睹，唯独一个少年看见女人被打，想要帮忙，却被另一人踹倒在地。你们迟早要遭报应的！我跟身边4人使了个眼神，掏出了枪。枪声过后，只剩那个光头。你们竟然有枪！你们太不讲道义了，怎么什么都不说就动手？我操你们！我操你们怎么？你怎么？你！光头男被打趴在地，看着地上的少年，我心中燃起一股怒火。我不是圣母，但不妨碍我是个好人。你们为什么在这里？这帮畜生不是人，他们说要占领一个地方，把我们当成诱饵吸引丧尸，好几个人都被他们杀了。此时丧尸群已经越来越近，丧尸马上过来了，你们2个跟我走吧，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你们可自行离开。带上我们啊！对啊，求求你把我们也带上吧。我没有说话，将喇叭固定在车顶，然后带着众人离开。随后丧尸群将这人擒了。二叔，那边丧尸都走了吧？都走了。小雨，你们都还好吧？都没事，刚找到几个人，是他们吸引丧尸过来了。
留下一个还没审问呢，现在准备把丧尸引到更远的地方去。小雨，刚才在树林，我好像看到村支书的儿子了，看样子应该是有4个人，我用弓弩射中1人。你们用枪了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他们现在不知道我们有枪，刚才这几个人傻乎乎的过来，被我们用枪解决了。大哥，放了我吧，这是个误会啊，我们刚好从那边路过的。我最喜欢嘴硬的人了。光头男懵了，这特么啥也没问啊，怎么就动手了呢？看我似乎又要动手。大哥，你问，我说。你们是哪里的？有多少人？有多少武器？为什么来我们基地？怎么知道的？大哥，你一下问这么多，我记不住啊。回答。大哥，我们是催债公司的，这次来了10个人，我们老大带着我们在县城里面，现在有几十号人了吧？没枪，就只有刀和铁棍。前些天有一个男的过来说，有一个地方物资特别多，还特别安全，我们老大就动心了。谁让你们把丧尸引过来的？不认识。你们之后在哪里会合？我们约定下午3点在高速路口那个加油站会合。你们平时住在哪里？天华大厦顶楼。他刚刚说的对吗？他骗了你，我听到他们说集合的时间是2点，他们也不住在天华大厦，而是住在莲花商城。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你杀了我吧。嘿嘿，杀你太便宜你了，把他脚筋挑了，绑树上，给后边的丧尸加个餐。大哥，现在去哪？去加油站，在他们之前赶到那里，礼尚往来，我们得回礼。我们提前埋伏在对方汇合地点。你们走吧，这些吃的你们带着，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吧。2人原本是想跟着我们，但看出我并没有带上他们的打算，便也不再多言。谢谢你们，他们这群人很残暴的，你们小心。说完，2人朝着国道方向跑去。不到半小时，过来一群人。大发、光头佬，你们死哪去了？我们几人找准时机，直接冲了上去。爷，别开枪！村支书儿子见状，连忙往后跑。赵大炮一箭精准打中他的小腿。其他人见状，再也不敢反抗，直接缴械投降。我走上前开始审问，问的和刚才的内容基本一样，只是这次回答的总部是莲花大厦。当初不是放了你一马吗？为什么还要找事？哼，你以为我没看到你做的好事吗？在岩石山，你杀了那么多人，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人吗？杨天龙几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一副根本不相信的样子。我心中一动，正好看看几人的反应。李宇当初不救村里人也就算了，还把他们都杀了。别弄泼脏水，鱼子不是那样的人。人是我没救，人也是我杀的。大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们无法相信我会滥杀无辜，但仅仅片刻。鱼子，我信你，你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天龙说的对，宇哥，我相信你，你即便这么做了，也有你的道理。我听到我想要的答案，也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。不救他们是因为我自私，不想救他们进来麻烦；要杀他们是因为避免麻烦。另外，他们还奸杀妇女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宇哥，我理解你。天龙，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们，我父母其实不是被丧尸杀死的。当初我回到家，家里的食物都被抢光了，我父母是被人杀死的。我爸妈谨言慎行了一辈子，平时在小区里面都是老好人，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后果？所以，宇哥，我理解你，保护所在意的人比什么都更重要。大炮，你当初回来咋不跟我说呢？我们帮你报仇啊！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在附近找了很久，没有一点线索。大炮，我们会帮你找，我们会帮你报仇。对，还有我们。看着几人煽情，村支书儿子又想试图逃离，我岂能没看见？你想去哪？大哥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都杀了。闻言，蹲在地上的几人顿时起身想反抗，但一切都是徒劳的。至此，此次进犯基地的人全军覆没。兄弟们，是不是很久没去县城了？想不想去看看？1个多月了，咋了？鱼子有想法？是的，天色还早，我们直接去端了他们老巢，以绝后患。几人没有任何犹豫，反而都很兴奋的样子。不到半小时，赶到县城，刚一进城就出现了意外。原本走的偏僻的道路，结果一声巨大的鸣笛将所有丧尸引爆了。快跑，被缠上就麻烦了。这声音应该是人为的，我们小心点吧。丧尸突然暴动，计划改变，只能冒险从县中心穿过去。小铁，慢点开，让丧尸能跟上我们。你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？嘿嘿，待会儿把喇叭放在莲花商城门口，咱们就赶紧撤离，欣赏这一出好戏。此时商城的顶楼，一群人正在展开一场丑陋的派对，而一个角落里竟然有一群神情麻木的女。末日爆发第45天，我将无数的丧尸引到了敌人的总部，谁知巨大的警报声再次响起，原本进入大楼的丧尸又被吸引出来。这声音又坏咱们好事。宇哥，现在怎么办？等丧尸走了，先解决眼前大楼里这帮人。
20分钟后，丧尸陆续散去。走，速战速决。一层层搜查，确保没有后顾之忧，然后上到顶楼，一梭子扫射。我们进屋，5人非常默契，守在房间各个角落。此时枪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你们谁是领头的？兄弟，我叫周生，叫我小生就行。大哥们这是干啥呢？拿着枪，我挺害怕的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这……那人话还没说完，就领了盒饭。你们是叔叔吗？可算是把你们盼来了。难不成你们不是一伙的？当然不是，我是官府的马主任，是被他们逼迫到这里的。你放屁！是你自己说要加入我们的，你可是也跟着做了不少事呢。小同志，我跟你们队长很熟悉的，你不要相信他的话。是你今天派人去洋河桥那边吗？闻言都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大哥，是他提出来的。不对，做决定的人是他，我又没那么大本事，都是他们的人了。如果你不提这个建议，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？都闭嘴！现在开始，我问什么，你们答什么。你们知道隔壁乡县的栀子家园小区吗？这个地址是赵大炮家里的地址。遗憾的是，这群人并不知道这个地方。大哥，我们人数不多，一直都在县城这边，不像豪哥他们人多。豪哥是咱们县的13太保老大，10里8乡都有他的势力。他们在哪？在那个天华大厦。那个豪哥有多少人？比我们多了，估计有个100来号人。又问了一些关于豪哥的信息。天色已是傍晚了，看了眼角落里的女人，正一脸快意地看着这一切。那个周生留下，其他人全杀了。我是官府的人，你们不能杀我，饶了我吧。不杀你，我晚上会睡不着的。那个周生就给你们处置了。女人们仿佛听到世间最美妙的话语，迸发出强烈的恨意，冲了过去。仅仅片刻，周生已经面目全非。感谢您救了我们。我们还有事要做，食物可以留给你们。大哥，看得出您是个好人，可以带我走吗？抱歉，我不能带走你们。不行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外面这么多丧尸，剩下我们这些弱女子怎么办啊？又来道德绑架，正想直接开枪，一个女人走了过来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看到是这个女人，顿时不敢说一句话。我叫宋敏，以前是开美容店的，谢谢您救了我们，您的恩情我会记住。食物留给你们，地上的武器也留下，你们可以拿来保护自己，保重。说完这些话，带着几人径直离开。宋姐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姐妹们，我们终于摆脱了周生这个畜生，我们要把自己变得强大，不依靠任何人，否则今后还是只能任人欺辱。宋姐，我们以前就是跟你的，现在我们还跟着你。大舅，你们武警队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枪械库吧？是有这么一个地方。你知道在哪吗？当然知道了。怎么，你要去拿枪吗？是的，咱们现在虽然有一些枪械，但远远不够，而且最近训练大家用枪，弹药消耗严重。可是那个地方太危险，我当初就是因为丧尸太多就没去。没事，我们现在人手够的，趁着其他人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先下手为强。有道理，行，就按照你说的做。次日，集合人员出发，一路上所获之处冲撞碾压了许多丧尸，之后来到目的地。田龙，待会儿我把门撞开之后，你掉头把门堵住。好，听你的。接下来按照计划，小铁、田龙、大炮，你们在门口抵抗丧尸，我们进去搬运枪械库。这也就是有枪，如果用兵器，是无法在短时间抵抗住这么远的事。要是在局长办公室，跟我来。七绕八绕，拿到钥匙后，几人迅速冲到地下。卧槽，怎么地下有这么多丧尸？估计是丧尸爆发的时候，很多人想跑，然后来到了这里。接着4把枪一直开，竟是将近1分钟才把全部丧尸给消灭。来到门口，打开门锁，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所有人两眼放光。大舅打开一个箱子，里面竟是防爆盔甲套装。小雨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我们局今年刚从上面领到的。嘿嘿，这趟真是来对了，赶紧搬吧。众人开启狂暴搬运模式。你们可算是上来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然后又匆忙跑到楼下。半小时后，上百只箱子填满了卡车，还没松口气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。又特么是这个警报声，声音吸引了大部分丧尸。我看着眼前越来越少的丧尸，还有这种好事吗？不对劲。我走到一处高地向外望去，只见几道人影，手上拿着刀，朝着车门跑去。有人过来了，留个活口。外面几人傻乎乎的跑过来，谁知撞枪口上了。说你是不是豪哥的人？我只是听他命令才来的，饶了我。丧尸太多，咱们先撤。
咱们累死累活扒了这么久，他们竟然想直接把卡车开走。咱们要去找那个豪哥吗？保险一点，先把东西运回基地。至于那个豪哥，迟早要跟他算账。回去的路上，众人始终保持一个高度警惕的状态。小雨，我们身后有一辆车跟着我们，看样子来者不善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豪哥的人吗？刚刚拐弯时发现的，不确定是不是豪哥的人。这些人一个都不能放走。可是如果调车回去追他们，被他们发现，很大可能被他们逃脱。前面就是加油站，到拐弯的时候，我趁机下车，你们继续开，等他们在我们之间，你们就下车包围他们。接着开始行动，计划很成功，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别开枪，这是个误会，我这就下车。哎呦，大哥，我出不去啊，撞得脚崴了，不信你过来看。你的脚崴吗？我脚不崴，我脚不崴。大哥，你不用问，知道的我都说，只要您放我一条生路。嘿嘿，说吧。我们是豪哥的人，总部在天华大厦，共有121个人。今天是听到你们的枪声，在对面大楼看到你们在搬枪，于是老大让我们找机会把卡车开走，谁料被您给发现了。然后王哥提议跟着你们，看你们回哪里。对了，刚才您打死的那个就是王哥。县城里那巨大的鸣笛声是你们的杰作吗？是豪哥想的方法，每次发现有人就放那个声音，如果丧尸暴动把人弄死了，我们再去搜刮物资。你们可真是畜生啊！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枪？有2把手枪，都在豪哥那里。先回基地吧，改天再去县城一趟。哼，到时候新仇旧恨一起算。终于要收拾那个豪哥了，这口气我可是憋了好久。这次要小心些，他们有2把手枪，千万不要大意。这一次出去还带了四叔的儿子林正平，可能是基地生活太安逸了，这小子现在有些浑浑噩噩。哥，带我做啥去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们走后，二叔等人想了个方法，在基地外每隔200米都放置了一个遥控喇叭，一旦丧尸围困过来，可以达到转移丧尸注意力的功效。另一边，我们来到了县城中心，这时突然看到一栋小楼上有个人影在使劲摇晃着双手。怎么有些眼熟？好像是前些天救下的那些女人中的一个。走，靠过去看看。几日不见，这些女人已经完全变样了，眼中看起来很坚定。豪哥，他们不在天华大厦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找豪哥？前些天你们开枪，我们听到了。昨天晚上，豪哥不知道从哪知道我们遇见过你们，所以找上我们打探你们的消息。豪哥不在天华大厦，那现在在哪？今天早上我看到他们往驾校方向去了。我看着宋敏，辨别他话语的真假。被他们找上，为什么不加入他们？哼，都是人渣，我恨不得他们都死。他们找上你，你说了什么？什么都没说。能感受到宋敏的好心，我没再问话。谢谢。那个宋敏是不是在骗咱们？我觉得不会，毕竟我们之前帮了他们。可是豪哥找到他们，怎么没收了他们呢？这几个女人受尽了屈辱，短短几天就已经一身的煞气。豪哥想强硬逼迫他们加入，只怕讨不到什么好处。是啊，人都是被逼出来的。之后我们还是按计划先来到天华大厦对面的楼上，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。众人开始搜寻，不一会儿，在一栋楼的窗台上看到了人影。走，待会儿抓活的。几人配合默契，直接控制住正在喝着小酒的2个人。窗台还有一个，小心别被他偷袭。片刻后，赵大炮将那人拖了出来。豪哥人呢？我不喜欢废话，想好了再说。各位老大，这是啥情况啊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说，我们是豪哥的人，他让我们过来的。过来干什么？可能是太害怕了，这人竟然直接吓晕了过去。宇哥，你看这东西。喇叭遥控器，跟咱们的还是同款。不用想也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等我们进入天华大厦，他们遥控打开喇叭，到时候借丧尸手杀掉我们。哼，这豪哥真他娘是个人才。回到车上，林正平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他无法想象到，在基地对他们这些弟弟妹妹如此呵护的一个人，在外面竟然如此冷血。没人管他，没有安慰他，甚至没有看他。大哥，待会儿我们有啥计划吗？直接去驾校方向吧，懒得搞乱七八糟的事情了。在绝对的火力之下，任何的反抗都是无力的。众人没有异议，检查枪支弹药，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。来到了驾校外面，门口守卫看见后，立马发出警报。随后屋里走出了一群手拿武器的人。你们是豪哥的人？是又怎样？你咋这样闯进来？豪哥待会儿看到你就死定了。我只问一遍，豪哥在哪？虽然我们手里有枪，但对方仗着人多，胆子也大。别以为拿着枪就了不起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有本事你都杀了。好，满足你。一瞬间，血流成河，哭天喊地的求饶声。突然，一声枪响，赵大炮率先开枪，打中了一个男人的手，男人手中的枪也掉落在地。豪哥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3番2次的找我麻烦，你说我是谁？我们也是为了生存。
这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你不止一次置我于危险当中，你必须死。豪哥低头不语，手下却搞起了小动作，我直接开枪，然后从其身上掏出了另一把枪。大哥，都是豪哥做的，我们是无辜的。看着这些人，前世的经验告诉我，不留后患。宇哥，你过来，有好东西。来到一处停车库，这是今年刚刚上线的海豹电动车，续航可以达到700多公里，即使缩水也能达到400以上。咱们基地的太阳能光伏电量充足，完全可以支撑得起。这东西可以啊，新能源电动车，噪音小，开它更不容易被丧尸发现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嘿嘿，行，都开回去，大家再搜索一下，有用的东西都带回去，不要浪费。正平，你跟着我。林正平畏畏缩缩的跟在我后面。今天感觉如何？纠结、恐惧、不知所措。我能理解你现在很茫然，不知道努力的方向是什么，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才是错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基地也被无情的屠杀，你还觉得你在房间打游戏是对的吗？如果在那一天，你、我、四叔、你妹妹苏欣都被屠戮，你还能心安理得在基地里面当个废物吗？我一番话仿佛一把刀子，无情的撕裂林正平的内心深处。过了一会儿，林正平抬起头，眼神中满满都是懊悔。哥，我错了，以后我要跟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家。没再多言，返回的时候再次来到宋敏这边。你们过去怎么样？找到豪哥的人了吗？豪哥死了，可能还有部分人逃走了，那地方太大。这是给你们带的一些食物，还有武器。宋敏眼中流露出一丝感动。谢谢。走了，你们保重。宋姐，今天可以吃好点了吧？还是要分配好，不然很快就会吃完，到时候又要饿肚子了。如今周边的威胁都已扫清，前世记忆中不久会迎来第一波丧尸潮，趁着还有时间，我决定加固基地防御。爸，咱们每次出去都通过那2扇门，感觉还是有一些风险的，你看怎么加固比较好？我认为可以建造一个瓮场，在围墙外形成一个缓冲地带，但是要用到大量的水泥、钢筋，这些东西现在不太好搞。隔壁镇的万年青水泥分公司可以去看看。钢筋的话，县城南区有一家建材市场。众人都提出了一些想法，都在为了基地完善而努力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一夜无话，次日清晨，现在万年青水泥厂是姓华的老板吗？是啊，华老板，上次的水泥还是在他家买的，为人还是可以的。去仓库搬一些方便面吧，10箱就够。这一次出动人员和车辆都比较多。就是这里，咱们在前面填下来吧。下车后解决了几只游荡的丧尸。小雨，那个丧尸就是华老板，没想到他也……我叹了口气，冲上前一刀砍下。这时厂房门突然开了。李老板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周经理，我刚刚看到华老板了，还以为你们都那啥了。现在这个情况，你们怎么还乱跑？你们这还有水泥吗？现在到处都是丧尸，你们要水泥干啥呢？你不用管这些，你就说水泥在哪，还有多少。现在水泥又没啥用，一包方便面可比这些水泥值钱多了。说着突然停住了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你们要水泥是吧？这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啊。可以，你要什么？起码200斤大米或者泡面也行。没有。那你能给多少吧？给你10箱泡面。不行，100箱。华老板都没了，公司也不是你的，你凭什么做主？哼，反正你们要水泥，就要得到我们的允许，不然你们拿不到。爸，这个周经理和你熟不？不熟，就见过几次照面。我心中有数，直接往防爆车走去。林航看到我的动作，默契的跟了上来。他越来越懂自己的老哥。周经理见状，误以为我们后悔了。生意嘛，再讲价嘛。现在呢？哼，小子，你吓唬谁呢？大哥，您说了算，这个水泥您随便搬。其他人见我拿出了枪，立刻往厂房里面跑去。把你们这里的人都叫出来，快点！随后来了10多个人，其中竟然有几个熟面孔，是当初建造基地请的一些工人。林老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怎么饿成这样？为啥我看周经理他们油光满面的？我们都是兼职，他们都是当地人，抱成团，说怕我们抢他们的食物。前天趁我们睡觉，就把我们锁在员工宿舍。我看他们是想养着我们，等他们没吃的了，就会吃我们。我思考片刻，决定把他们救下来，对于后面建造基地有用，当然还需要考察考察。我会救你们出去，然后拿了些吃的过来，几人拼命的往嘴巴里塞。现在给我一个不杀你们的理由。我们可以帮你搬运水泥，放心，我们是专业的。我指了指几个工人，他们或许专业，你能行吗？况且搬个水泥需要很专业吗？大哥能行的。行，那你们来搬吧。众人开始搬运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工人过来，小林老板，周经理他们可不是啥好人啊。华老板全家就是被他们关在门外，最后被丧尸给咬了。我知道了，
整整4个小时，6辆大卡车承载180吨水泥。小林老板，您看现在满意了吧？我没有搭理周经理，给你们2个选择，一个是像以前一样帮我建造围墙，我给你们发食物；另外一个，你们自由了。几人闻言都有些欢喜。我估计去不了了，我想回家看看。其余人也纷纷说要回家看看。这样，我带你们回去看看，到时候再做决定。谢谢林老板。小林老板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我没有说话，留下杨天龙几人解决后患。之后带着几人来到一处住宅。老婆、青青、微微，你们在吗？丁九搜遍了每个房间，最后满是失落。另一个房间，于勇敢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变成丧尸的妻儿。他们已经是丧尸了，你再不动手，你也会变成丧尸的。不忍地杀了2只丧尸。上车，不走就留在这等死。于勇敢仿佛听不见一般，还是丁九拉扯着他上了车。他们希望你活下去。谢谢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车子没走多远，发现一栋楼上有几道人影。是我女儿，那是我女儿。走，开过去。来到一处院子，直接将铁栅栏撞开。赶紧上楼解决，给你30秒。你要干什么？爸，你终于来了，妈妈被他们害死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前2天我们出来找食物，遇到了他们，然后遇到丧尸，他们把妈妈推了出去。这是不怨我，你们自己跑太慢了。几人你一言我一语。特么的，丁九，你赶紧的！听到我的喊话，丁九顿时一哆嗦，看到楼下丧尸越来越多，一狠心举刀将2人刺死，然后拉着女儿下。小李老板，等等我们！见车没有停留，丁九心灰意冷，后悔刚才为什么不抓紧速度。但是车并没有开走，还站着干什么？赶紧上车！丁九感激地看了我一眼。另一边，于勇敢正在一个台阶上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刀。还我妻子，还我儿子！仔细一看，我发现于勇敢的手臂上有一个伤口。走吧，他被咬了，没救了。咋这么不听话呢？叫他不要走那么远，咱们这不是白救他了吗？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小李总，我以后一定听您的。我将几名建筑工人带回基地后，单独安排了一片区域，即使有异心，也威胁不到基地的安危。你们是我救的，让你们进来就要守我的规则，就要做事有贡献。当然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林老板放心，您救了我们，我们不会不知好歹的。对，林总，给口吃的，咱就给您干。我当然不信口头承诺，只是让他们知道基地的规则。二叔，让所有人近期留心观察这些人的动静，发现有2心，格杀勿论。小雨，现在丧尸越来越少了，为啥还这么赶工呢？我有预感，丧尸并不是消失，而是开始聚集。一旦形成了丧尸潮，就会像蝗虫过境一般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。好，爸相信你，我让所有人加快速度建造好瓮城。晚上，众人正在赶工，忽然值班的邻行发出了警报，有丧尸，东南方向发现2只丧尸。按照之前商量好的，听到警报，所有人立刻停下手中事情，先回基地。丁九正要进门，看到我还站在外面，瞬间把脚收了回去，冲过来守在我身边。其余几个工人也仅仅犹豫片刻，拿起钢筋跑了过来，一副慷慨赴死的表情。我满意的点点头。嘿嘿，站着干什么？走，咱们先回基地。日夜赶工，3天时间就建好了第2道围墙。又过了4天，丝毫不见丧尸的踪迹，这让我不由得担心。按照我以往的经验，丧尸沉默期越久，就意味着聚集的时间越长，也同样意味着丧尸潮会更大。直到第7天夜晚，狂风大作，紧接着倾盆大雨，电闪雷鸣，隐约还伴随着嘶吼。所有人注意，马上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这也太多了。其他方向有丧尸出现吗？我们被包围了，基地4周都发现大量丧尸。4个方向的喇叭，每过1小时更换一个方向，防止大量丧尸聚集在围墙外。所有人分成2组，相互交替清理围墙外的丧尸。爸，你带着婶婶们负责补给弹药。就这样，众人不断的击杀丧尸。5个小时过去，都有些疲。二叔，所有人分成3个班次，抽时间休息休息。这次丧尸潮肯定席卷了福特，无数人将失去生命。此刻在县城中的宋明等人，宋姐，隔壁那栋楼的丧尸又跳过来1只，我们要不把顶楼的门给关了吧？这样一直看着也不是办法啊。不行，顶楼的门是木头材质，如果不持续清理这些丧尸，堆积多了，很容易把门撕咬开。可是这些丧尸实在太多了，每10分钟总有那么1、2只会跳过来，大伙都有点吃不消了。让姐妹们分成2组吧，抽时间休息休息。咱们的食物还有多少？还能吃大概10几天，幸好上次那群人送了我们很多食物。你赶紧下去休息吧，顺便检查一下楼下铁门的状况如何。好的，宋姐，你们都要注意安全。信城中学教学楼，刘老师、谢老师呢？他怎么没回来？他被丧尸咬伤了，我们被丧尸围住，
为了掩护我，他冲向了丧尸。几个学生都哭了。原本40多个学生，如今就剩下5个，还多亏了2位老师每天保护他们，冒险出门寻找食物。大家先吃点东西吧，谢老师也不希望他白白努力活下去，不要辜负他的一片期望。学生们有些悲痛，机械地往嘴巴中塞入食物，而这只是发生在城市里一个小小的缩影。暴雨伴随着丧尸潮俯视四顾，基地这边空无见灰，早早换上了枪械。尽管很疲惫，但好在弹药充足，也没有出现人员伤亡。大舅，现在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那些喇叭基本都没电了，丧尸实在太多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吃完饭就去换你。不着急，你熬了16个小时，还没睡多久呢，我这边可以的。小哈，现在后门丧尸多吗？老哥，你醒了，换我，我太饿了，换我回去吃个饭。皮痒了，你那边到底有没有特殊状况？没什么状况，等我吃完给你带过去，你就在后门吃。10几分钟后，林航拿着一锅卤饭菜，优越的看。嘿嘿，你先吃吧，我去前门看看，你们要小心。乙哥哥，你也是。听到杨小竹夹夹的声音，林航笑喷了。林航，小王八羔子，我看你是真的皮痒了。末日降，暴雨伴随着丧尸潮席卷了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直到第7天的下午，乌云散开，久违的阳光再次照射大地。宋姐，咱们终于坚持下来了，我就知道咱们一定能行。都别叫了，宋姐连续48个小时没休息，她太累了。咱们把她抬下去吧，这上面都是水，怕感冒了。丧尸危机解除了，但是幸存下来的人又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：饥饿。人们纷纷开始出门搜集物资。刘老师，我们要不出去寻找物资吧？小卖铺那边东西都被拿光了。说话的叫宋琦，15岁的少年，很有担当。之前也和刘老师他们一起出去寻找过食物。这次大家一起出去吧，趁现在丧尸都在阴暗的地方，咱们先去旁边那个批发市场找点物资，然后找个更合适的地方驻扎吧。与此同时，宋明等人也在收拾东西，准备寻找新的庇护所。终于出来了，还是在外面自由些，待在张老大身边，感觉喘不过气啊。你以为我们是出来旅游的？要是找不到足够的物资回去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强哥，要不我们找个机会跑了吧？上次你也看到了，他们竟然让我们用命去堵住丧尸啊！你可以走，但是我的亲人在那边啊。强哥，我的命是你就等，你去哪我就去哪。你还年轻，有机会就走。他们这些人在乡县做的事，那是人干的事吗？早知道不来县城了，还是当初的乡县东西多啊！你看看这超市，这他妈大门都没了。末世爆发这么久了，也算正常。只是刚刚经过的粮食收储中心竟然也空了，要不去批发市场看看吧？食品批发市场，刘老师正带着5个学生在此搜寻。太好了，是方便面。将泡面装进背包，众人继续搜查。这个店铺门没有打开过。宋琦捡起一块大石头，把窗户打开，向里看去，竟然全是零食饮料。发财了！宋琦，我们2个拿着武器先进去看看，可能里面有丧尸。市场入口，大金牙那帮人已经到了。禽兽，让他们把卡车开到路口。好嘞，金哥说让你们下车，这路你们车进不去，下来吧，赶紧的。呸！神气什么？不就是金哥器重他吗？嘚瑟啥？就是小人得志，要不是他会舔，我特么一只手就能干翻他。另一边，宋琦2人刚进入房间，就冲过来一只丧尸，看样子是这家店的老板。刘老师小心！宋琦，好样的，已经可以保护老师了。里面发生啥了？刘老师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了，遇到一只丧尸，解决了。此时，大金牙带人晃晃悠悠走过来。哦，还记得上次去抢县那几个小娘皮吗？这次又有的玩了。金哥金枪不倒，威武霸气。好，待会儿少不了你的。刘老师，宋琦，有人来了，看样子不像啥好人。闻言，2人赶紧走了出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和你们交个朋友。我们不想和你们交朋友。宋琦，带上他们，背上包，赶紧跑。大金牙等人虽然没听到，但是也能大致判断，挥了挥手，让人从侧面包围过去。快跑！2个男学生没有任何犹豫，撒丫子往外跑。你们为什么不跑啊？刘老师，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对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好感动啊！刘老师，我也和你一起共进退。混蛋！宋琦冲了上去，虽然勇敢，但是面对的是经常打架的流氓，一时间也招架不住。大金牙直接冲到刘老师那边，一脸猥琐。在他看来，小女子哪有什么抵抗力？谁知刘老师长矛一刺，险些要了他的命根子。臭婊子，还敢反抗？哼！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按住，我要好好收拾一下他。片刻功夫，刘老师就被拖了过来。乖乖的不好吗？非要这么调皮？旁边的宋琦也早已被按在地上，心中涌起无限的绝望。宋敏一行人搜寻物资的途中，撞见了逃跑出来的2个男学生。
这不是小齐的同学吗？宋敏之前去过信城中学，对二人有印象。喂，宋齐呢？你们有见过他吗？这个时候，后面追赶的几人也来到眼前。我们被一帮人抓住了，我们刚逃出来，宋琪还在他们手里。后面3个男人看到是一群女人后，一点不担心，甚至有点兴奋的样子。就是他们抓了宋琪吗？对，宋琪还在后面，这3个人是来追我们的。宋敏闻言，眼神变得凌厉，举起我当初送给他的弓弩，身后几人一领神会，将3个男人包围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我劝你们把那2个学生交出来，不然……安静，诡异的安静。几人看着男人没心的剑，完全没想到一群弱女子出手竟然这么果断。快说，我弟弟在哪里？2人再没有刚才的嚣张，转头就跑。宋敏怎能放过他们？你们知道路吗？知道，离这边不远，不过他们人很多。人很多，有多少？得有10来个，而且他们可凶了。姐妹们，我要去救我的亲弟弟，可能会有危险，但我必须要去。你们可以不用跟我一起去冒险。宋姐，咱们要是没有你，还不一定能活下来呢。我跟着你。对，宋姐，上一波丧尸潮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估计都死了。其他人也纷纷站了出来，表示愿意追随。宋敏没有说话，深深的鞠了一躬，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。另一边，大金牙看到了房间里堆满了食物。你们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，没让我白来一趟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小妹妹，今天叔叔给你们上一堂课。大金牙慢慢靠近女学生，意图很明显。强哥，这……别多管闲事，我们无能为力，救不了他们的。正在这时，宋敏等人的身影出现，见到宋琪被人踩在脚下，宋敏肺都要气炸了，但还是理智，没有暴露和弟弟的关系，以免对方以此要挟自己。宋琪也很聪明，没有与姐姐相认。这么多美女，咋的？想救人吗？宋敏把弓弩微微抬高了一些，谁知大金牙居然掏出一把枪，一声枪响镇住了两边的人。特么的，他怎么有枪？这是防着咱们呢。同一时间，距离这里不远处，一个医疗诊所，我正带人搬运药品和器械。92手枪距离我们不到2公里，西北方向。赵大炮仅凭枪声就判断出了大致情况。走，开电动车过去，待会儿在那附近停下来。没事后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枪声，必须搞清楚对方有怎样的事。我不允许身边存在任何隐患。美女们，把手里的武器都放下来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放了他们？凭啥？你看看你们有这个实力说这话吗？要不换你们过来。金哥，咱这次运气真好，一下子遇到这么多女的。上次在乡县，我还没过瘾呢。听到乡县，我瞬间回过头，赵大炮浑身颤抖，死死握住了枪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你家人的死，如果是他们做的，我会帮你报仇。宋敏此时陷入纠结，救弟弟可以，但是不能拿姐妹们的生命去拼啊。宋姐，咱们不怕，不就是枪吗？大不了一死。对，宋姐，人活一口气，我们不比这些臭男人差。在这末世中，我们女人也一样活得很好。几个女人面对危险，竟没有一人畏惧。大炮、小铁，你俩跟着我，待会儿去那帮人背后。天龙、小刚，你们堵在这后面。丁九，你们在路口堵着，以防有任何人逃跑出来。现在看对面只有一把枪，可以留几个活口。我要问问关于乡县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有人隐藏了枪，原地枪杀。万一有人跑了咋办？那就不要让人跑了。美女们，乖乖放下武器，不然我可就要开枪了。宋姐，她就一把枪，姐妹们不怕死，跟他们拼了吧。是啊，就算咱们丢掉武器，他们也不会放了咱们的。宋敏低下头，满是愧疚。姐妹们，一会儿我去抢他的枪，你们找机会跑，不要犹豫。此时大金牙也是失去耐心，正准备开枪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忽然一声枪响，竟是大金牙举枪的手被子弹贯穿，所有人都有些懵逼。是谁？卧槽！又是一声枪响，正中大金牙另外一只手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我3人已经非常靠近他们了。你们再开枪，我就把这个女的杀了。我不是来救人的，所以不要想着威胁我。那你二话不说就动手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谁去过乡县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又是一声枪响，击中大金牙的一条腿。谈话的节奏只有我能够掌握。我不想浪费子弹，我问你们答，不回答，下一枪我杀人。你们谁去过乡县？没有人回答。此刻我一脸杀气地问这个问题，肯定没好事。我们这些人都去过乡县。大金牙等人纷纷一脸怒视着说话男子。那你们去过乡县河向路栀子花园小区吗？我不知道你说的在哪里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。旁边有一座8层古塔，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座塔，应该是去过。见赵大炮眼中迸发的杀机，男子紧忙说道：我和他，我们是后面加入这个团队的。我有家人在他们手里，我们是被迫加入的，但是没有干过那些不好的事。然后呢？你的意思是他们干过什么坏事？是的，他们肆无忌惮的杀人、抢劫、强奸妇女，
但是这些我们都没参与，我们在团队地位很低，都是当着搬运工的职责。放屁！你们也参与了，当初就是你第一个说爽的。大金牙怨恨至极，想着死也要拉齐垫背。对，你们也参与了。张强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影响。我们只是一部分人，总部在市里面有200多号人，枪械不多。第一次是见张老大拿着，这一次是看到他带着。另外，当初去过乡县的人，除了我们，还有一部分人没来，还在总部。接着把总部位置、布局等信息非常具体、详细的讲了出来。他都是骗你们的，他就是想骗你们过去，把你们一网打尽。那你来说说，这个那个去象县的不是我们，是他们2个还有其他人。看着他胡编乱造，我没了耐心。不好意思，刚手滑了，你继续讲。要不你讲讲？让我说，我说了又怎么样？反正你又不会放过我们，我就是喜欢虐杀他们。可惜了那几个乡县2中的小娘们啊，死得太惨了。还有那个开车的男人，被我骗下车直接宰了。教育他什么叫做漠视。我还记得有一对年纪大的夫妻，那个瘸腿老头还用身体挡我的刀子，就是想保护他妻子来着，可真感动。一边的赵大炮听到瘸腿老头的时候，瞬间暴怒。你把他拉到一边，慢慢虐杀，一枪太便宜他了。赵大炮点了点头，用变态的手法对待变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拖死狗一样，把禽兽绑在树上，割断了手筋脚筋，然后一刀一刀划下去，力道控制得很精准，不让其那么快死去。把你知道的继续说出来。张强继续说着，但是旁边有人却站不住了，几人相互对视一眼，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。快跑！几个男人分散开，朝宋敏那个方向跑去。宋敏等人见人冲过来，刚想要阻止，背后就传来几声枪响。杨天龙2人开枪击杀了跑在前面的2人。兄弟们，反正是死路一条，跟他们拼了！伴随着一阵枪响，这些男人倒了一地，全部没有了气息。一时间，场面变得异常安静，禽兽微弱的哀嚎声显得尤为明显。杀了吧，还有罪魁祸首等着我们去杀。处理掉禽兽，我看向宋敏，又看了看刘老师。这里面的物资是你们谁发现的？宋敏摇了摇头，是我和刘老师他们发现的。之后那帮人就来了，开始抢我们的东西。感谢你救了我们，那个房间的物资是我们发现的。为了感谢你，我们愿意拿出1/3的物资给你。我点了点头，这份物资我拿得心安理得。也非常感谢你们，物资也分1/3给你们。刘老师，这是我姐。然后看向宋敏身后这些以前的熟悉的员工，这些都是我姐。小齐，你个臭小子，现在已经是男子汉了。众人开始寒暄。几分钟后，刘老师，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刘老师看了看几个学生，愿意，我们愿意加入你们。宋敏笑了，随即让人开始搬运东西。这一次谢谢你们了。打了几次交道，对这群女人我非常认可。南边郊外2公里有一栋楼，还有一个院子，挺适合你们作为庇护所。这个地方离基地不远，宋敏等人也算是信得过，以后遇到问题时可以相互照应。半小时后，带着众人来到了县城郊区。这边原本是工业厂，末世到来后人迹罕见，你们对这地方感觉如何？很感谢你，我们都很满意。接下来就我们自己搬吧。那栋楼应该不错，不过入住前先搜寻一下有没有丧尸。我走了。我没有杀张强2人，一是他们没有伤害过赵大炮的家人，2是之后去市中心报仇还用得上2人。小齐，赶紧搬东西，待会儿晚了丧尸就出来了。姐，我啥时候才能和他们一样强？我想加入他们，加入他们不会再受欺负，他们其实人挺好的。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人家没开口啊，我看不透他们，但现在也挺好的，起码我们应该是朋友吧。另一边回到基地，将事情跟大家讲了一遍。你的意思是，接下来你们要去市中心吗？大炮加入基地有段时间了，他把我们当家人，我们也要帮他。好，你决定了，那我们都支持你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好了，如果我动手，那就有100%的把握可以解决。转眼末世已经爆发将近1个月，现如今已经3月份，找到爷爷商量了开垦梯田、种植粮食等问题，接着来到关押张强2人的房间。你们每次回去会有看守人员吗？有的，不过只有在门口有2个人。有枪吗？没有，在总部那边，我只有在张老大手里看到过枪。每次进入有检查吗？没有，那边管理比较混乱。之前马警官在的时候还是比较井井有条的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早就想逃走了，但是我的家人在他们手里，我跑不了。我想借用你的力量，杀了他们，我才有机会救出我家人。这个男人倒是实在，直接把话说清楚了。我喜欢这样识趣的人。到时候你带着我们过去，把门骗开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我们几天都不回去，总部那边就会意识到出了问题。很快。第2天，集结好人员，一路向北，前往市中心。快要到达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群人，有男有女。他们是你们的人？
他们不是和我们一起的，属于另外一个势力的。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？我以为这不重要，而且你也没问市里面有没有其他势力啊。我有些无语，现在情况有些超乎预料，我不喜欢突然的事情，一刀扎进了张强的腿。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告诉我，如果再出现类似这样的事情，我杀了你。市里面一共有2个势力，一个是你刚才看到的，差不多300多号人，主要负责人是张主任和钟警官。根据我的了解，他们的枪械应该也不多。我现在这的势力200多号人，原本是马警官负责，本来想和张主任那边合并，但是马警官一次外出被丧尸咬了，后来就被张老大接管了。还有什么？你还没说完。2个势力没有过太大的冲突，私底下可能会有些摩擦，大的层面还是保持着克制的。但是我怀疑马警官的死可能是张老大策划的。虽然有突发情况，但是咱们火力有压倒性优势。今天只做一件事，杀了那些杂碎，帮大炮报仇。所有人燃起斗志，找到荣耀大厦对面那栋楼，爬到了7楼。别一下子全都过去，注意隐蔽，不要被别人发现我们在这。我拿出望远镜观察，在一个房间看到了3个人。张老大是不是那个脸色黝黑的家伙？对，就是他。后面的那2个人是他拜把子兄弟。昨天你说除了大金牙他们去了乡县，还有哪些人？你都记得吗？我记得，主要都是张老大以前手底下那些人。我没再多问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末世中的人没有好坏之分。大家先吃点东西，一会儿趁那边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咱们发起攻击。我带着张强来到荣耀大厦，打算骗开守卫。谢哥、王哥，我们回来了，麻烦开下门吗？咋就你先回来了？金哥他们呢？他们在那边遇到点好玩的东西，乐不思蜀了。你懂的。哦，有这好事，特么的，早知道和他们一起去了。你也不是第一次出去，规矩你知道的吧？懂的，这是我另外孝敬您的。待会儿车后面东西您可以挑挑看，不过不要太明显。金哥他们点过了，有数的。男子看到是2条烟，瞬间眼睛一亮，赶紧拿出钥匙把铁门打开。刚拿到烟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我一刀贯穿心脏。老王，我的那一份你可不能少了我的。没有听到回应，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可是已经晚了。赵大炮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后，一刀封喉。张强看着狠辣的手段，有些头皮发麻。要不要在后面留2个人？不用，我们人本来就不多，现在就更不要分散了。走吧，带路，擒贼先擒王，直接去找张老大。此时正是中午，张老大这帮人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吃午饭。你们5个人在门口守着，任何人出来直接杀了。好，你就放心吧。一脚把门踹开，里面乌泱泱几10个人，有人搂着女孩子，有人喝得醉意醺醺。老大，有人来闹事了！还有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敢过来闹事？特么的不要命了！当看到我们手中都拿着冲锋枪时，立马变脸。这是个误会，各位大哥找我小张是有啥要吩咐的吗？我警惕地看着他，心思急转。今天过来就是帮赵大炮报仇的，那么这个张老大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很明显没有，一颗花生宣布了他的死亡。你怎么把老大杀了？一句话不说就杀人，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？我没有搭理对方，直接下达了击杀命令。去过乡县的，你看看还漏了谁？张强上前查看，1分钟后，应该还差了2个人，不知道哪里去了。这时，丁九等人抓回一个逃出去的男子。林总，你看下这个人如何处理？那谁？这个人去过乡县吗？他去过。你这么吃里扒外，你肯定一枪解决。此时有很多人被枪声吸引了过来，看到张老大等人被杀，不仅没害怕，反而有一些兴奋。张强此时看向一个方向，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男孩。你老婆儿子？是的。找到最后一个人，放你走。这时大门拉闸的声音传来，4个人正往门外跑去。他们4个也是张老大的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去过乡县的人。兄弟们，走了。林铁兴奋地跑出来。大哥，我发现了好东西，几架大型的无人机。东西待会儿再搬，现在先追人。此时逃出去的4人已经跑到解放城，也就是张主任那边的收容所。他们打算直接投靠张主任，把祸水东引。兄弟，我们是张老大手底下的人，我们被一群暴徒袭击了，快通知张主任，对方扬言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。此时我们的车也开了过来，看到我们手持冲锋枪，几人脸色大变，直接敲响了警戒铃。片刻后，出来几个身穿制服的人。那个白衬衫的就是张主任吗？就是他，后面几个人以前也是官府的，现在这边主要就是他管事。他们在乡县杀了我兄弟家人，抢夺东西，杀人偿命，你们确定要护着他们吗？诸位朋友，有事情好商量。现在都这情况了，我们所有的人类应该团结起来，一起对抗丧尸啊！不要互相斗争了。最后说一遍，他们是张老大的人，你们确定要保他们吗？
最后说一遍，他们是张老大的人，你们确定要保他们吗？张主任，你不能赶我们走啊，他会杀了我们的。是啊，你答应过收留我们的，不能见死不救。这几个蠢货到哪里惹来这么个杀神啊？张主任不再说话，身后一直看不惯张老大的吕队长走上前。快点出去！早就说过，你们这些人会有报应的。4人见到吕队长拔枪，眼中闪过绝望，根本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。刚走出来，直接开枪击杀。张主任脸色有些难看，在自家大门口，想保的人直接被人杀了，自己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这几位朋友，我以前也当过兵，都是战友。现在末世来了，大家应该团结一致，这样力量才会大。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加入你们一起过苦日子吗？我摇了摇头，直接拒绝了他们。上一世我也曾加入过一些团体，刚开始还好，到了后面也是会分3、6、9等的。最后我还是决定做一条孤狼。此时解放城中，一个中年男人正发着高烧，陷入昏迷的状态，身上还有刀伤。旁边一个妇女正在照看着他。当初要是听小雨的话，早点回来就好了。谁想到这暴雨之后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妹夫丧命了，你也受了这么重的伤。这2人正是原本在北方的二舅和二舅妈。走，回玉姑台，把能用的物资都带回去。车辆启动，刚起步没多远，迎面走来一帮人，像是刚搜寻物资回来。隐约间好像听到有人在喊：“小雨，小雨，我是小姨。”我顺着声音看去，果然是已经多年未见的小姨。大表哥，我是小石啊。二舅人呢？还有舅妈他们呢？我爸他回来的时候，为了保护我们，被一个人捅到胸口了，没有消炎药，也没有医生，现在昏迷不醒。他现在在哪里呢？你现在带我过去。小池指着解放城的方向，我们就住在那里。当时我们回到市里，本想直接去找你们的，但是二哥伤势严重，无法继续赶路，只好暂时在这里落脚了。好，我们去把二舅接走。冯组长，我那个先走了哈。张主任看着我们又回来了，心中有些忐忑。我有些家人在里面，请让我进去把他们接出来。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分，我也算是救了你家人。小姨闻言，脸色微微一变。几分钟后，来到一处破烂不堪的房屋，身后的张主任脸色难看。我明明说的要公平公正，房子那么多，为什么给他们安排在这边？走进一间房，看到屋内2人。二舅妈，我是小雨啊。看到了熟悉的面孔，二舅妈一瞬间泪如雨下。我走上前检查了二舅的情况。姨父他们人呢？他在回来的途中，为了抵抗丧尸，让我们先走，被丧尸咬了。丁九，你们先把我二舅抬到车上，然后直接去玉姑台那边把东西搬走，再会和我们会合后直接走，要快。其余人拿起武器，防范着周围这些人，毕竟是在人家大本营。小姨，我们也走吧。小雨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总来家里找你玩的那个小邋遢吗？记得。怎么，他也在？多亏了他，我们之所以能进来，就是因为他拿了一些食物，交换了我们进来的机会。这里的规定，收集到的物资90%都要上交，要不是小邋遢他帮我们，可能日子比现在还要难过。闻言，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张主任。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我明文规定过，任何人物资都是3期分成，搜查的物资只需要上缴30%，剩下的都属于自己。我没有说话，这种事情见过太多了。上面有政策，下面实行的人早就扭曲的不成样子了。跟着小姨往旁边房子走去，远远就听到叫骂声。姓吴的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这个消炎药不换也得给我换。紧接着，一只鞋子直接飞了出来，不偏不倚拍在了张主任脸上。谁呀？这是谁干的？想要继续发火，但是看到我正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我真是太倒霉了。不过这鞋子也不应该乱扔啊。此时房间里走出一个少女。雨子，嘿嘿，小邋遢，不要叫我小邋遢，叫我邋遢大王。行，邋遢大王，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小姨他们了，不算个事。我要把我二舅带走，他现在受伤严重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吗？我那边有红烧肘子，还有炸带鱼。那还说啥？咱现在就走。我们就先走了。真不加入我们吗？或者咱们合作也行啊。嘿嘿，再说吧。然后朝着吕队长善意的点了点头。再会。全球爆发丧尸病，基地全民皆兵，每天派出一个小队，出门搜寻各种生活所需的物资。这天由我带队来到了加油站，准备抽出地下的石油。宇哥，有人开车过来了，你们小心。好的，你们继续观察，不要被发现。把这个油口关上，然后赶紧撤。大哥，咱们那个油罐车咋办？暂时不管它，先看看这帮人什么来路。刚躲起来，就听到一阵刹车声，紧接着传来一阵对话。真父，我们在这里加下油。这人说完后，却没有迎来回答。大炮，他们在干啥呢？咋一下子就不说话了？他们在跪着，就挺突然的，然后还双手捧着空气，低头不语。2分钟后，又传来了声音：院主教我们脱离凶恶，
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此起彼伏的呼喊声。是某种教会的，估计是那种把自己神化成救世主的一个类型。根据真父指引，北方那边有一个团体会接纳任何人，我们就去那边吧。真父永生。又是一阵狂热的崇拜声。大哥，我忍不了了，我想弄死他们。那些救世军，我们明明是为了他们好，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追着我们？救世军有些耳熟，重生前听人提起过这个组织。真父，那个油罐车里竟然还有油，那就把油罐车直接开走吧。此时正在下雨，丧尸都很亢奋，如果发生冲突，势必会引来很多丧尸。可要是不动手，油罐车就要被开走。正在犹豫，对讲机传来声音：宇哥，又来了几辆车，开得很快。好，保持观察，注意隐蔽。真父，他们来了。还跑！发展信徒发展到我们这边来了，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。森哥发话了，你们必须死，堵住他们，别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逃走。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，我宽恕你们，但你们如果依旧执迷不悟，神一定会给你们惩罚的。真是神经病！两方的战况呈现一边倒的态势，这帮人明显组织纪律高很多，杀起人来根本没有手软。族长，丧尸过来了，看样子不少。晦气，把那个真父的头砍下来，带给根哥。快，赶紧离开这里！我心中也有些烦躁，出来弄个油，能遇到这破事，看他们两边斗一斗倒也无所谓。但是现在动静太大，把丧尸都给吸引过来了。走，去后面那个房子，先躲一下。虽然有枪，但是在末世中，如果不是必要，尽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小毛，你们队负责开个口子。那个人点了点头，看起来似乎不太情愿。快冲出去！雨天丧尸聚集得很快，后面的车直接被丧尸包围，接着发出惨叫声。族长，小龙他们没跟上来。不管他们了，赶紧走，不然继续留在这就是喂丧尸。另一辆车上，车窗在丧尸的冲击下被打破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一下子这么苍白，还流了这么多汗水？没事，就是刚才被吓到了。男子注意到玻璃上有一些鲜血。不对，你是不是被咬了？他手臂被咬了。下去，下车，快，别逼我！将受伤男子踹下车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几辆车迅速逃离。待会等丧尸少一些，我们就下去，然后把今天要干的活做完。大哥，我带了无人机，还有喇叭。行，那你准备一下，待会儿直接把丧尸引到一边，我们把那个油抽出来。不到1分钟，无人机升空，接着一阵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。小铁，你把丧尸引到更远点的地方，我们准备出来了。好的，大哥，我这无人机最多只能飞1个小时，咱们尽快。半小时后，抽完油，我来到那辆被丧尸截住的车，开始翻找，找到一个对讲机，还有3个小包，外观一模一样，里面也都是同样的食物，武器精良，统一配备，管理严格。这个救世军看起来不简单啊！小邋遢没有说话，反而是看着救世军离开的方向。这帮人从南而来，杀了真父他们之后，为什么不原路返回，而是要继续北上呢？我心中闪过一丝不好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无缘由，这种感觉在重生前救了我很多次，让我深信不疑。我们必须赶紧撤离。末日爆发半年，在得知救世军的存在后，我下令基地所有人员暂时不要外出。谁知救世军竟找到了宋敏。听说你们这边还有个势力是吗？还挺有实力，而且跟你们关系很好。你告诉我他们在哪里，我保证不为难你们。说话的正是加油站遇到的那伙救世军的前组长。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我们与他们接触的也不多，好像在北边的市里面吧。前组长没有太多的纠缠。之前和你说的那个条件考虑的怎么样？我们是比较讲道理的，充分考虑到你们的实际能力，才会定下来这样一个标准。呸，讲个屁道理！我们收集的物资70%要交给他们，这不就是在收保护费吗？但是也没办法，对面几十个人，我们只有10来个，如今只能先答应对方要求，然后从长计议。众人也知道当下的困境，只能点头。我答应你们的条件。好，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们会过来收你们缴纳的保护费，反悔的话要承担后果哟。宋姐，咱们现在咋办啊？按照他们的要求，咱们下个月就要给他们提供那些物资。幸好刚才他们没有直接强行闯进来，不然我们都完蛋了。唯一能救我们的，恐怕只有林雨了。宋琦上一次遇到林雨他们之后，瞬间就化身为林雨的铁杆粉丝，一直鼓动宋敏加入林雨他们。姐，如果他们来了，到时候我们直接加入他们吧，你直接提出来。我的傻弟弟，也得要人家愿意才行啊。转眼10天过去了，已经5月份了。这次出去最好是不要大张旗鼓，能够多隐蔽就多隐蔽，反正这一次出去就以打探消息为主。一行7人，首先就去往宋敏所在的地方，远远望去，竟然发现2辆大货车。宇哥，是上次加油站那帮人？难道宋敏他们加入救世军了？不像，他们在往货车上搬运物资，看得出来非常不情愿。先观察观察吧。宋敏这边
当初那2个男学生一脸讨好的靠近救世军的小毛。毛哥，我们对你们非常崇拜，特别是毛哥您啊，太帅了，我们想要跟您混。你们老大不是在那边吗？怎么想要加入我们呢？宋敏看到2个学生在那帮人面前嘀嘀咕咕，感觉不是什么好事情。我们是临时加入他们的，毛哥您看啊，他们这边基本都是一些女的，太弱了，我们想跟着毛哥您混啊。你两小子还真有眼力劲。你们如果加入我们的话，我们也是有一些考核标准的，不是什么人都收的。毛哥，您看啊，我们加入进来之后，您这有些啥跑腿的活计，都可以让我们来干啊，我们可以帮您看着这些人听不听话啊。行，这个事包在我身上。哦，那就谢谢毛哥了。小弟有个秘密，毛哥一定喜欢。男学生在小毛耳边说了些什么，小毛直接一个起身，兴奋地走到宋敏面前。你们还有军用的压缩饼干？宋敏闻言，狠狠瞪着那2个男学生，白眼狼，这个东西在末世可是保命的东西。你们2个怎么这么不懂事？真没出息，我看不起你们。我们现在已经加入救世军了，注意你们的态度。赶紧的吧，把压缩饼干交出来吧。哼，别逼我们。可是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的，我们要跟你们的东西不是已经搬上车了吗？难道你想反悔？这个救世军也是很聪明，知道会逼急老实人，所以对于达成协议的组织，他们并不会强行。但压缩饼干可是非常珍贵的。规矩那也是我们制定的，还可以再改吗？你，宋敏气得浑身颤抖，但是想想还是算了。好，我改。这才对嘛！快带我去拿。毛哥手中抬着箱子，心中的满足感简直爆棚。你们2个干得不错，以后跟着我混，我保你们。2人瞬间变得更加兴奋。毛哥，还记得上次你们打听的那个势力吗？记得，听其他团体说过，不过一直没遇到过。怎么，你知道他们在哪里？不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枪，有很多枪。哦，有枪，他们有多少人？上次看得到是有差不多10个人吧，其他都不知道。有枪的话，估计不太好惹，但是如果能搞死他们，搞点枪，那岂不是起飞了？见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，走，撤退。看着离去的救世军，目前不清楚他们的实力，我没有贸然动手，带着几人缓缓往宋敏那个方向走去。为了协助对抗救世军，宋敏身受重伤，我把他带回基地救治，也收下了这个打过数次交道的女子团体。你们还好吧？刚才那帮救世军，他们来你这边是要干什么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还行，救世军他们来这边之后，杀了一个团体的所有人，逼着我们要按时给他们上交食物，如果不听话的话，就会被杀。还有，他们刚才一直在问你们在哪里，你知道的，我们的确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什么都没说。但是那2个男学生已经投靠了他们，另外还把你们有枪的事情和他们说了。我一听到这里，心中咯噔一下，看来和这个救世军是不能善了了。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救世军他们现在去哪了？他们去县城里面去收取其他团队的保护费了。他们每次过来都是从那条路过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既然来了，还打我的主意，就别想走了。需不需要帮忙？好，你们跟我们一起来，到时候我们安排一下。宋敏原以为我会拒绝，没想到直接答应。行，我们听你指挥。我也有自己的考虑，宋敏不会有问题，但是他手下的人可说不准，让他们在外围堵着，这样就不存在通风报信的可能性了。众人花了极短的时间制定了一个方案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就等着救世军等人的到来。话说毛哥一帮人到了县城中心之后，陆续收了2个团队的保护费，一路上畅快至极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毛哥威武，刚才收拾那个刺头的时候，简直不要太帅。又要路过那群小娘皮的地盘了。哼，要不是老大定下规矩，老子说啥都把他们收了，让弟兄们尝尝鲜。是啊，每次看到那些女人，我都心痒痒。正说着话，忽然几声枪声传来，几辆车的司机连同轮胎被同一时间打爆。我们几人迅速冲了过去，将几辆车围住。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们是救世军，你们敢伏击我们救世军，我们老大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另一边，宋明等人在这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突然看到2个男人跑了过来，一箭射中男人的小腿，然后拿刀拦着2人的去路。特么的，是你们！你们竟然敢对我们动手！哼，动手又如何？没有废话，4个女人拿刀冲了上去，2个男人也是生猛，尽管受伤了，但丝毫没有惧色。片刻后结束战斗，2人身中数刀，而宋敏这边均已重伤倒地。放手！不放，要死一起死！男人慌了，因为他看到赵大炮